默了默后，海玲说道：目前他们不会的，以后不知道。我们教好洋洋，洋洋自己会做决定的。他爸毕竟也出了抚养费，我也不拦着他与周家人来往。姐不说那些了。今天你的餐厅开张营业，我们要开开心心的，这样就会生意兴隆。海玲笑，承你贵言，姐的餐厅一定会生意兴隆的。她对自己的经营理念、厨艺都充满了信心。海总，有位服务员从外面进来，还带着一名陌生的男子。海总，这位先生坚持要见见你，说是从江城过来的。江城过来的，姐妹俩都望向了那个陌生的男子。对方客气地朝海玲伸出右手，海玲与他握了握手后，他看到海玲身边的海童，微笑地问着：这位想必就是你们管城大名鼎鼎的战大少奶奶海童小姐吧？说着，他又朝海童伸出右手，海童出于礼貌也和他握了握手。他笑着：海童小姐幸会。海童微笑：先生贵姓？免贵姓方。方先生是凤晴小姐安排过来的。问话的是海玲。江城会来人，海玲认为只有凤晴的人，凤家也就凤晴想查清楚几十年前姐妹争权之事。上次凤晴过来时，去了商家拜访商太太，逗留的时间很短，她说得赶回去，免得被凤家主发现。后来商太太拿着凤晴留下来的血去做了血缘鉴定，得到的结果证明了大家的猜想，商太太和凤晴有点血缘关系，推测是表姐妹关系。方先生微微的点点头，他环视一遍店内的装潢，又看到满屋子都是贵客，便笑着对海玲说道：我们小姐让我来一趟，祝海总生意兴隆，财源广进。谢谢。海玲就猜到方先生是凤晴的人。方先生又掏出一个红包，红包不像别人的那样鼓鼓的，那是大家都塞了现金进去，所以鼓鼓的呀。那他的红包里面装着的是一张银行卡。海总，这是我们小姐让我带过来转交给你的，这是我们小姐祝贺海总新店开张的贺礼，还请海总一定要收下。海玲婉拒，她说道：凤小姐能让方先生来一趟，已经很给我面子，不敢再收凤小姐的厚礼。方先生笑眯眯地看着海玲，说道：我们小姐还说了，如果海总拒绝收下，让我跟海总说句话，长者赐不可辞。凤晴与商太太是表姐妹的关系，也就是海玲姐妹俩的表姨，哪怕凤晴年纪还没有海玲大，但人家辈分大呀。海总，这是我们小姐的一点心意，还望海总收下，让我回去了也能交差吧。方先生说着故意垮了垮脸，说道：如果我完成不了我们小姐交给我的任务，回去后我要受到惩罚，还要被扣3个月的奖金。海总，虽然我上有老下还没有小，但是被扣3个月奖金也会肉疼的。海玲，替我谢谢你们家小姐。她最终伸出手去接过了那个红包。下次再去江城吧。她当面将银行卡退还给凤晴，我会将海总的话带回去给我们小姐的。海总，我的任务已经完成，先走了，再次祝海总生意兴隆，财源广进。方先生不留下来吃饭。方先生笑了笑，说道：海总知道我们家小姐根基不稳，我们做任何事都得小心翼翼的，不宜久留，还望海总见谅。他又朝海童颔首，朝姐妹俩挥了挥手，转身走了。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身姿挺拔，步伐沉稳，能得到凤晴信任，让他跑一趟的可以看得出来，凤晴很看重他。是凤晴的心腹吧？海童轻声说道。不仅仅是心腹那么简单吧？海玲留意到方先生每次提到凤晴的时候，神色温柔，他对凤晴有着不一样的感情。海童笑笑，
姐，看破不说破。凤晴又不在场，海玲也低笑，没想到凤晴也会给我送来贺礼。她估计是密切留意着我们的一举一动，确切来说，她留意着姐的一举一动。身为凤家的接班人，她聪明得很。若是大姨带着我们杀回去争权夺位，接管凤氏家族的人非姐莫属，姐就是她最强劲的对手，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她盯着姐的一举一动，掌握着姐的所有动向，要对付姐就容易得很。海玲连红包都没有拆，塞进了她的手包里。听了妹妹的话，她说道：“严格来说，她是我们的表姨，你没有见过她真人，我和大姨见过她。以我看人的眼光来看，她是个很正直的人，三观正。她对亲生父母没有太深的感情，追求的是真理，是正直，否则她不会主动跑过来跟大姨做血缘亲属鉴定。姐相信她不会成为姐的敌人，那若是真成了敌人，姐也不怕她。”海玲自信的道：“彤彤，姐已经不是以前那个被丈夫要求 AA 制，遭受家暴的可怜女人了。”海彤夸着：“我姐是最棒的，我妹妹也是最棒的，你去陪着战印他们，姐不用你陪着。我知道姐有陆总陪着，不用我了，我走，不当电灯泡。”海彤故意嘟着嘴走开啊。这逗得海玲失笑不已。海玲的任你食餐厅开业了，来了很多人，商家、战家、陆家以及军家五少爷。这些人在商界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，却亲自到场祝贺，惊动了管城的娱记们。很自然的，任你食餐厅在开业的第一天就受到了全城的关注。还好任你食餐厅的厨师很给力，烧出来的菜让来这里吃过饭的人都深感满意，服务态度也很好。不少人评价到任你食餐厅吃饭能享受到5星级酒店的服务。海玲又是战家大少奶奶的亲姐姐，有着这层关系，大家都说任你食的生意想不火爆都难，当然也要任你食自身本事够硬才行啊。忙碌了一整天，直到深夜，海玲才能收工，准备带着儿子回家。儿子呢？忙完了，海玲寻找儿子，发现儿子被陆东明抱着，陆东明靠着轮椅背，洋洋靠着陆东明的胸膛，一大一小就这样梦周公去，那还睡得香甜。海玲走过去，看着这一大一小，像极了一对父子。他没有马上叫醒两人，而是环视着四周。服务员们下班之前，已经收拾好一切，餐厅里整整齐齐的。今天是开业第一天，除了他宴请亲朋戚友外，也有很多人进来吃饭。今天一整天，只要进来吃饭的人，哇，他都打折了，还赠送了一份小礼品。刚才他算了一下今天的账，利润比他的任你食早餐店大得多。不过今天是刚开业，很多人是冲着今天的贵客而来啊。看看后续吧。海玲相信自己的任你食餐厅能够超越他的任你食早餐店的。等到实现了一个目标后，他再继续下一个目标。海玲轻轻地拉开一张椅子，在椅子上坐下来，静静地看着陪着他到最后的一大一小。所有人都离开了，包括他的亲妹妹。海彤怀着身孕，海玲也不会让妹妹在这里待到深夜。早在用过午饭时，就让妹夫带着妹妹回去休息了。那其他亲朋戚友在下午也陆陆续续的离开，陪他到深夜的是相依为命的儿子，以及爱慕他将近1年的陆东明。陆东明在住院期间瘦了很多的，出院后调整好心态，精神好了很多，他消失的肉慢慢的又长了回来。他常说啊，如果不是他天天坚持着做复健，那这样长下去他会长成个大胖子的。还问海玲，如果他成了个大胖子，他会喜欢他吗？海玲只是笑，回他一句，陆总就算成了胖子，也会有很多人喜欢的呀。
他没有说他自己。陆东明往往都会撇撇嘴，说到那些人喜欢的并非是我这个人，而是我的身份地位，是我能为他们带去多少好处。海玲问他，你就不怕？我也冲着你的身份地位去，是个拜金的女人吗？陆东明就会笑眯眯地看着他，笑眯眯的道，我不怕。我想你是那样的人，你都不是那样的人。海玲也只能笑笑了。初相遇时他有点狼狈，再相遇他依旧有点狼狈，就他最不好的一面他都见过。他从来没有嫌弃过他。看他睡着了，两手都环圈搂着洋洋的小身子，生怕洋洋会掉落到地上去。他对洋洋是真的疼爱，用他的话说，他是先喜欢洋洋这个孩子，才会对洋洋的妈，也就是他多了一点关注的。陆总，陆东明。海玲轻轻地叫着这个执着的男人的名字，他伸出手去想摸摸陆东明的脸，却又不敢。最后就他的手落在儿子稚嫩的小脸上，轻触着儿子稚嫩的脸。小家伙没有醒，却动了动，就他一动，陆东明就知道了。陆东明本能地先搂紧怀里的小家伙，之后才猛地睁开眼睛，看到眼前的人是海玲，他本能地露出一个大大的笑脸，问着海玲，海玲啊，忙完了，可以回家了吗？洋洋都困了，我抱着他想让他睡一会儿的，不小心我也睡着了。海玲缩回了摸儿子小脸的手。陆东明反应过来时颇为遗憾，他怎么反应这么慢呀？应该在他缩手的时候先带着他的手，让他摸摸他的脸呀。还有太浅眠了吧，应该睡得像猪一样沉的，说不定那样海玲会趁他睡着了偷偷地亲他一下，不知道现在装睡还来得及不？忙完了，麻烦陆总了，这么晚了还帮我带着洋洋。陆东明说你我之间那么客气做什么？洋洋愿意跟着我，我开心都来不及呢。当初他想抱一下洋洋，洋洋都不要他抱，因为他脸上的刀疤，到现在陆东明也没有做手术清除那脸上的刀疤。海玲已经知道他脸上那条刀疤的故事，理解他一直保留着刀疤的原因。初见他时，瞧着他脸上的刀疤是挺吓人的。现在看习惯了，海玲非但不觉得吓人，反而总是生出心疼。他当初被划上一刀时该有多痛呀？陆总的保镖还在外面吗？海玲轻轻地问着。陆东明说道，在的，我人还在这里，他不会离开。夜色再深，只要他还在餐厅里，保镖都得等着他，送他回家。海玲也能送他，不过夜深时，陆东明不会让海玲送他。海玲送他回家后再回来，路上不安全，他担心呢。海玲去收银柜台里面拿了自己的包，然后走回来，推着陆东明出去。今天累坏了吧？海玲边推着他走，边说道，累是累了点，不过累着也快乐着。我算了一下账，利润比我的早餐店大得多，那是自然的，主要是生意好。哪怕利润不是很高，多人进来吃饭，薄利多销的情况下，一样能赚不少钱。早餐店只有半天的生意，下午和晚上不开门了，营业时间也比不过餐厅，哪能跟餐厅的利润相提并论？海玲笑道，也是啊，希望以后的生意都像今天这样火爆，那样3年内我就能实现我的星级酒店梦。到时候我的酒店不开在管城了，去其他城市考察考察，开到其他城市去。陆东明本能地问，为什么不在管城？管城的星级酒店竞争力太大，怎么都争不过管城大酒店和我大姨家里的酒店。我也不想和他们2家争，跟自己人争生意有什么成就感？我要去和别人争，那争赢了才有成就感。陆东明哈哈地笑，不错不错，是这个理。管城可以说是战印家里的天下了，你看我都不会大力投资酒店行业的，
我知道我争不过管城大酒店，所以我不会大力投资那个板块，就免得亏死自己吧。你看你大姨家里的酒店都比不过管城酒店的，管城酒店附近的酒店关了一家又一家。你有这个觉悟和认知很好，咱们就去和别人抢生意，就不抢自己人的。海玲，你都不敢大力投资酒店行业，我这个新入行的人，以后要不要投资酒店，还是继续经营餐厅，发展成连锁餐厅形式？陆东明说道，我建议你在短期内不要考虑这个，星级酒店需要的本钱也很大，不是几十万、过百万就能解决的。如果经营不起来，随时能亏到你连老本都没有。你是喜欢做菜，想让大家吃到不贵又好吃的饭菜，还是发展成为连锁餐厅更有前景一点？管理上你要管得严一点，也要有一套自己的管理方式出来，不要让中心涣散就行。中心一散，如同一盘散沙，很快就会散掉的。海玲，我相信你能成功的，也不要着急，慢慢来，一步难登天的，咱们一步一个脚印走下去，也能为自己积累更多经验。海玲点头，陆总，你说的有道理，我慢慢来，不着急，免得跳进坑里，连老本都亏掉。反正他还年轻，再奋斗10年8年，看情况再打造属于他的星级酒店。推着陆东明走出餐厅后，海玲停下来，回身关上玻璃门，再上锁，然后准备拉下卷闸门。海小姐，我来吧。陆家的保镖见状，快步上前帮着海玲拉下了卷闸门，让海玲锁门。谢谢，海小姐客气了。保镖做完这件事后，看向自家四少爷，见到在四少爷怀里睡着的洋洋，保镖一时间不知道四少爷是继续和海小姐一起，还是回家。陆总，很晚了，你今天也累了，先回去休息吧，我带洋洋回去。海玲上前2步，弯腰从陆东明的怀里抱起熟睡的儿子。洋洋睡得沉，被妈妈抱起了，也没有醒转，头靠在妈妈的肩膀上，继续跟周公下棋。海玲，我不放心你和洋洋，我先送你母子俩回去吧。那陆东明是不放心，虽说一般人不敢动海玲母子俩，忌惮着海玲背后的几大豪门，却怕那些亡命之徒。海玲本能的到我住的地方离这里不算远，开车就10几分钟到了，经过的都是繁华路段，路上到处都有监控，安全的很。从他开了早餐店开始，他就经常半夜3更独自出门。以前还没有买车，他都是骑着电动车，载着还没有睡醒的儿子前往任你食早餐店。他在准备食材时，洋洋就被他放在2张椅子合并的中间补眠。我送你也不用多少时间。陆东明坚持着要送他，海玲就没有再拒绝。他抱着睡着的儿子走向他的车子，先将小家伙放躺在车椅上啊。海小姐，这是四少爷的外套，给洋洋盖上。车上开空调，小家伙睡着了，容易受凉。海玲接过了保镖递来的外套，帮儿子盖上，回身叮嘱着保镖，你等会儿开空调，气温别调得太低。保镖呢，恭敬地应着。四少爷对海玲小姐的好，他们都是有目共睹的。虽说海玲小姐还没有接受他们四少爷的感情，好在也不是完全的无动于衷。知道关心他们的四少爷，海玲轻轻地关上了车门，想了想后对陆家保镖说道，我帮你一起扶着陆总上车吧。陆东明牛高马大的，他双腿使不上大力气的时候，一个人扶他上车有点吃力。平时呢，都是2名保镖跟着照顾他。那今天另一名保镖有事请假了，只有一个人跟着陆东明。海玲担心保镖扶不了陆东明，保镖没有拒绝，他和海玲一起挽扶着陆东明上车。等陆东明上车后，海玲体贴地帮他系安全带，保镖则是将轮椅搬上了后备箱。
陆东明看着海玲，在海玲帮他系安全带的时候，两个人距离特别近，他差点就控制不住自己的双手，很想搂抱她一回。最终他控制住自己的冲动。如今海玲对他越来越像家人，他要是冲动一回，怕是会前功尽弃啊。陆总，其实你们不用送我的，路不远。陆东明眼神深深地注视着他，没有亲眼看到你母子俩进屋，我都不放心，更不要说车程还有10几分钟了。海玲与他对视片刻后，似是想说什么，在陆东明等着时，他又什么都没有说，默默地往后退了2步，然后帮陆东明关上车门。陆东明也不失望，知道要给海玲时间来接纳他。战奶奶跟他说了，只要他坚持下去，海玲会接受他的。就海玲现在对他和以前已经不一样了啊。那从他向海玲表白后，那海玲就尽量避免和他独处。现在呢，海玲已经不逃避了，光明正大的和他相处，也不在乎别人在背后怎么议论了。这就是海玲的变化。战奶奶说，海玲毕竟经历过一段失败的婚姻，对于再婚就会越发的小心谨慎，哪怕他很好，自认会是个专情的男人，也不能着急，要等海玲慢慢解开心结，两个人才能有未来。海玲的事业一点点的扩大，等到她功成名就，她自信心爆棚了，她向他求婚肯定能成功的。海玲回到自己的车上了，在陆东明的护送下，母子俩回到了租住的那栋大楼下。海玲停好了车子，然后下车，再抱儿子下车。哎，陆家保镖啊，早就下车走过来想帮忙。海玲婉拒，有电梯的，我抱着洋洋就行。四少爷让我送海小姐上楼。海玲望向陆东明，陆东明按下了车窗，正在看着他。他朝陆东明挥挥手说再见，道晚安。那陆东明也笑笑，也挥了挥手。夜色太深，海玲也没有磨蹭了，抱着熟睡的儿子走进大楼。陆家保镖护送着他进去，还好陆家保镖护送着母子俩上楼。一进电梯，就看到一个醉汉坐在电梯里胡言乱语的，吓了海玲一大跳。还好有陆家保镖跟随着，当保镖的人身强力壮的，醉汉眯着眼睛打量了2个人好一会儿，依旧坐在那里胡言乱语的，并不敢做什么。海玲按了好几个楼层的数字键，不想让醉汉知道他到底住在哪一层楼。到了他按的第1个数字的楼层后，电梯门开了，他连忙抱着洋洋走出电梯，保镖就与他一同出了电梯。这醉汉一直盯着海玲看，电梯门合上了，海玲才松口气，对陆家保镖说道，以往我都没有遇到这种情况，海小姐可以搬到战少河，战少奶奶送给你的那栋别墅里去住，那里更安全。我们四少爷在那里也有一栋别墅，方便四少爷送你回家。战印给海童的彩礼，海玲一分不留，准备都给妹妹带回去，那也是属于妹妹的呀。战印夫妻俩赠送给海玲的别墅，海玲是婉拒的，导致赠送的那栋别墅至今还没有办理过户手续，海玲也没有搬进去住，海玲就没有说话。见海玲不说话，保镖也不敢多说，他送海玲回到他的住处，看着海玲开门进去，他说了句，海小姐，你记得反锁大门，我先走了。好的，谢谢，你开车慢一点。海玲叮嘱了保镖2句，他先将儿子放躺在沙发上，才走出来，保镖已经走了。他连忙将屋门反锁，然后才回到沙发上，抱起儿子进房间，睡得这么沉，像个小猪一样，还没有洗澡呢。海玲轻捏了儿子的小脸一下，并没有叫醒他，由着他睡，明天早上起来再帮他洗个热水澡了。洋洋，海玲俯身在儿子的小脸上亲了亲，难为你了，跟着我这个妈妈也是早出晚归的。洋洋睡着了，没有听到妈妈说的话，
那自然也不会回应妈妈。海玲呢，很快起身去洗澡。等她洗完澡出来，手机上已经收到了陆东明发来的很多信息。陆东明在信息里劝她搬到华喜别墅区去住，那里安全系统级别高很多。陆东明在那里也有一栋别墅，苏南也有。最先是战印在那里买了一栋大别墅，然后他和苏南知道后也跑到那里买一栋。他们是铁三角吗？住在同一个别墅区里，方便来往，半夜3更都还能跑到好友家里喝酒去。像战印刚和海童领证，有时候夫妻俩闹矛盾，不就是经常半夜3更，叫上2个好友出去陪他喝酒，喝醉了还得让阿七送他回家。阿七还演了一段时间的戏呢，演技好的堪称影帝，把海童骗得团团转。看了陆东明的信息，海玲就知道是保镖跟陆东明说了遇到醉汉的事。他回复了陆东明，今晚遇到醉汉是意外，不会天天晚上都遇到的，也没有发生什么事，你不用担心。陆东明刚回到陆家，收到他的回复，就他直接打电话过来吧。海玲接听了，海玲，你听我的劝，就搬到华喜别墅区去住，那里实际上是苏少主投资开发的别墅区，明面上不如战印现在住的豪庭别墅区高级，但是安全系统级别是最高的呀，最好的，所以战印还有我和苏南才会跑去那里各买了一栋别墅，而且那里的别墅全都卖完了，那入住率达到90%。我知道的战印和海童将那栋别墅赠送给你和洋洋，只要你同意，马上就可以去办过户手续。那是你妹妹孝敬你的，感谢你多年的养育之恩。你不收下，海童心里都难受，觉得你不给他报答你的机会。海家父母双亡时，海童才10岁。的确是姐姐养大他的，他对海玲既有姐妹深情，亦将姐姐当成母亲了，长姐如母。海童成了战家大少奶奶后，除了在发生大事时，海玲愿意接受妹妹夫妻俩的帮助，生活上她是坚决拒绝妹妹的赠与。那战印夫妻俩呢，对于她的坚持也是很无奈，就不管谁来劝海玲都是那个态度。连商太太都劝过海玲，陆总，我住在这里这么长时间，一直很安全的，没有出过什么事。今晚就是遇到个醉汉而已，以后我也不会这么晚回家。今天是特殊情况，我还不能成为我妹妹的靠山就算了，岂能拖她的后腿？华喜别墅区的别墅，随便一栋都好几千万，战印买的别墅往往是最大栋的那种，估计得近1元。我不能接受他如此厚重的赠与。如果只是一套房子，价值100万出头的，为了儿子的安全着想，海玲厚着脸皮也就收下了。但是妹夫才大气粗呀，他名下的房子最便宜的就是明苑花园那套房子了，他也只买了那一套，其他都是整栋整栋的，要么是大别墅，要么是整栋大楼。所以战印出手赠予给大姨姐的房子，就是华喜别墅区的大别墅。海玲这样的性格，哪能接受那么贵的房子？陆东明说道：“海玲，你不要那样想，战印的房子多了去，他深爱海童，也是真把你当成姐姐看待。他是和海童一起孝顺你这个当姐姐的，你受得起，不用觉得受之有愧。还有，你想想你以后的工作更重了。”少不了还要继续深夜归家，就算你能让海童先帮你带走洋洋，你独自一人回家，我们更担心你。那万一又遇到醉汉，醉汉攻击你呢？不怕1万，就怕万一。海玲，你想想洋洋当初出的是吧？安全最重要。那宁家那对夫妻是被重判，短期内出不来，但宁思琪却快要出来了，谁知道他会不会又报复你们？战印夫妻俩身边总有保镖跟随，安全的很，而且海童也会拳脚功夫。一般不会出什么事，但你和洋洋不一样，虽说你们母子俩还是普通人，
可你们背后的靠山不普通呀，一般人是不会也不敢招惹你母子俩。可是对于那些亡命之徒，十恶不赦的人来说，你们母子俩是他们最先瞄准，就最好下手的对象。你要是一直住在那里，没有点安全感，反而会拖累你妹妹。海玲，你想想，如果你母子俩出点什么事，最着急的人是谁？非海童莫属。她现在刚怀孕，好不容易才怀上的，一着急出点什么事，为了能让海童安心养胎，我劝你还是接受战印夫妻俩的赠与，搬进华喜别墅区居住，保证你安全。那是苏腾的地盘，不说在管城，就是在这个省内，都没有人敢随随便便招惹苏腾。苏家的少主可不是吃素的啊。别看苏少主平时有点嬉皮笑脸的，那是笑面虎，像苏南一样的笑面虎。应该说苏南是跟他哥学的，听着陆东明一连串的劝说，再想起当初儿子出事时，他被捅了几刀，吓坏了妹妹和儿子，又想到妹妹刚怀孕，承受了极大的压力，好不容易才怀上的一胎，他看的都比眼珠子还重，岂能让妹妹在怀孕时为他担忧呀？陆总，我考虑考虑。海玲这一次没有说拒绝的话了。陆总，很晚的了，你也早点休息哈。你赶紧去休息，我现在属于个半闲人，晚点睡晚点起都无所谓。两个人互道了晚安，就陆东明也要下车了。保镖先搬下轮椅，再慢慢的挽扶着他下车。等他坐到轮椅上了，保镖再推着他走向主屋。就这个点呢，陆家的人都睡了。不过在陆东明刚进屋的时候，保镖还没有开灯，屋里的灯就亮了，是陆太太开着的。就陆太太刚从楼上下来，太太，保镖恭敬地问好。妈，这么晚了，你还没睡吗？陆太太走过来，示意保镖可以下班了，就他推着儿子往里走。你一直没回来，妈放心不下，睡也睡不着，留心听着外面的动静，听到开院门的声音了。我在阳台上看了看，确定是你的车子，妈就赶紧下楼了。咋回来的这么晚？海玲的新店开张营业，陆太太也带着其他儿媳妇过去捧场。在陆家人的眼里，海玲早晚都会成为他们家的人。自家人的新店开张，他们肯定要去捧场的呀。不过他们吃过饭后，逗留了一会儿便离开。虽说是刚开张，也要做生意的呀。海玲忙得团团转，他们这些贵太太又帮不到海玲的忙，唯有离开，免得打扰了海玲做生意。等海玲忙完了，我又送她母子俩回家才回来的。陆东明老实的答道。陆太太嗯着跟海玲说，不要那么拼命，晚上9点就可以下班了。她是当老板的，没必要在店里守到店门关上的那一刻。海玲也情有领班，帮她管理着那些服务员的。虽说她也算是主厨之一，但她又另外请了几个主厨，她随时都可以离开的，真不必守到半夜3更。她能守，也要考虑一下洋洋呀。今天特殊一点，海玲才会这么晚下班的。夜太深，我不放心她母子俩，就送了他们回家。洋洋早就睡着了，在我怀里睡着的，我抱着她睡，我自己也睡了好一会儿。陆太太推她走到沙发前，她便自己抓扶着沙发，从轮椅上站起来，坐到了沙发上。她还无法像正常人那样走路，不过坚持做了一段时间的复健，自己坐到沙发上还是可以的，不用扶着东西，她也能走上2、3步。复健路漫漫，不过有海玲陪着她，她不怕。幸好我送她母子俩回去，遇到了个醉汉，那醉汉一直盯着海玲看呢。我让保镖送海玲上楼的，咱们家的保镖都是牛高马大的，表情严肃，能震慑那些宵小。陆太太听罢后说道，那是有点不安全，让海玲以后千万不要再深夜归家，你以后最好都送她回到她屋门口。
那样放心点。一个女人，还那么年轻漂亮的女人，独自带着一个3岁的孩子住着，不知道被多少人盯着呢。海玲现在当了老板，穿衣搭配也上了几个档次的。她本来就颜值高，以前是太胖，毁了她原来的高颜值。后来减肥成功，高颜值恢复过来，如同浴火凤凰重生，整个人容光焕发，走到哪里都能成为人群中的焦点。漂亮的女人吸引的眼光本来就多，更何况海玲带着儿子独居，认识她的人都知道她是个离婚女人，自是有很多男人盯着她的。谁能保证没有人不起歹意的？我劝她接受战印的赠与，搬进华喜别墅区居住。我在那里也有房子，她要是肯搬过去住，我也住进去，以后互相照顾也方便。平时呢，我都会陪着她，或者呢让保镖跟随。海玲也是个性子决的，想到当初自己找到海玲，想劝海玲离开管城，海玲反驳他，让他哑口无言。就知道那个女人的原则性很强，她用着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啊，她就是那么绝。陆东明也叹了句，可他偏偏就爱上了那个倔强的女人。陆太太沉默了一下后，说到她的性格跟她大姨的差不多，也是那样的人才能在15岁的时候带着妹妹离开那吃人的老家，独自抚养妹妹成人，还把妹妹教得那么好。海童的优秀虽说是她自身的努力，但也离不开姐姐的栽培和教育。海玲自己没有花钱去学武学、琴棋书画，却花了钱让妹妹去学，姐妹俩分到父母的死亡赔偿款是勉强够他们上完大学的。海童想要学其他花费的钱，估计是海玲去兼职赚来的钱。在教育上呢，海玲很重视。那当年她也还是个孩子，未成年的孩子，海童是很感激她姐姐的。海玲这个长姐也做到了长姐如母。如今海童日子好过，她想孝敬一下姐姐，那是她的心意。海玲却担心自己接受了妹夫的赠与房子，会让海童被人诟病，会拖累妹妹。不管是战印还是战家长辈赠与的，海玲几乎都不收，海童都拿她姐没办法。刚才我跟海玲通电话，又劝了她很久，提醒她要为洋洋和海童考虑考虑，只有他母子俩安全了，海童才能安心养胎的。她怎么说，陆太太也觉得海玲搬家好一点，搬进华喜别墅区居住，安全级别更高一层。陆东明叹口气，他说考虑考虑，明天我跟战印提一提，让海童再去劝劝他姐。海玲最在乎的就是妹妹和儿子，希望海童能劝服他姐姐吧。为了海童和洋洋，他应该会搬的。今晚是没有发生什么，但难保以后，难不成要等发生了意外再来补救吗？陆太太给儿子倒来了一杯温开水，又问着他，你和海玲什么时候能在一起？妈，我现在还不能正常走路，暂时不谈感情的事。他陪伴着海玲，关心着她，但他没有再跟她说情与爱。如今的他呢，坐着轮椅就会拖累她。我看海玲对你是不一样的，你家要做复健。妈觉得在你康复的那一天，向海玲求婚的话，她肯定会接受你的求婚。妈等着洋洋叫我奶奶呢。洋洋不是亲生的，不过陆太太很乐意将他当成亲生的孙子看待。